我甚至还想再体验一下苹果的这次服务呢。还记得大概是2-3年前吧，我的 iPad Pro 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在整个屏幕的右下角那个地方出现了屏幕的漏光。当时因为买的是港版，并不是通过苹果的官网买的，所以如果要维修的话，必须还要寄到香港去。而且当时我的主力设备就是我的这台 iPad Pro， 所以要寄修的话，来回可能就要1个多星期了，而且能不能保修都还是一个问题。记得当时我在拨打苹果的官方客服的时候，体验极其的糟糕，让我来来回回拨打了好几次号码，进进出出各种界面，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工客服能够接通。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苹果的维修售后的流程印象是极其的糟糕的。而正是在那个时候，想着 iPad Pro 屏幕漏光就漏光嘛，反正也不影响自己的使用，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维修苹果的设备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宁可将就用着我的 iPad Pro， 也不愿去找苹果的客服。所以这就是我之前对于苹果售后的刻板印象。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来聊一聊苹果的售后服务体验，带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这些年来对于苹果售后体验的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吧。而同样类似的产品问题，这次在我的 AirPods Pro 上也遇到了。起初是前段时间我在使用 AirPods Pro 的过程中，突然感觉到了这种噗噗噗的声音，一开始我也没有太在意，然后继续用了一段时间，也以为只是偶尔会听见的电流声罢了。但是在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 AirPods 的这种情况还是不见好转。我当时也是察觉到了，这可能是苹果产品自身所携带的一些缺陷吧。但是按照之前的售后的体验感受来看的话，在这种还能将就着用的情况下，我本来也是打算一直将就用下去的。主要也是因为觉得苹果的售后服务实在是太令人无语了。我一直都是那么想的，直到那天我无意之中浏览到了苹果的官网，然后看到了苹果官网下面的售后提示，其中一项的描述问题与我的 AirPods Pro 遇到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具体的细节我也记不太清了，只是记得当时直接跳到了苹果官方的 Apple Store 这个 App 中，就是在那个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购买苹果的设备，还有一大堆的售后问题列表的 App。我记得当时我根据提示预定了一个售后电话，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我还预约了一个英文的客服电话，所以当时的客服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是很懵逼的，但是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苹果的售后客服，然后我就让那个客服转成了中文客服，整个流程也出奇的顺利，也没有什么让我挂断或者暂停，后来就是与中文客服沟通的过程了，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我直接将我的设备序列号告诉了客服，然后呢就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回答，之后的客服就直接帮我预约了一个离我最近的维修店了，整个过程非常流畅，这是我第一次对苹果客服产生好感，默默的想到果然几年过去了，苹果是一家会进步的公司，我对这家公司的好感度顿时上升了不少。之后便是我去苹果检修点去检修我的设备了，因为我家住的离城市比较远，所以当时呢坐了比较久的车才到维修点的。因为当时有预约，所以我也很快的将我的设备交给了维修员检测了。这里的维修员都是经过苹果官方培训认证过的，可以很放心的将自己的设备交给他们。只见那个维修员当时很快的就能查到我的预约记录，然后就直接将我的 AirPods 用他们的设备检测，很快的我的设备就被检测好了，然后问题也被诊断出来了。当时我的 AirPods 检测出来的确是有问题，然后那个维修员告诉我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我选择寄修，也就是从我家里将我这台设备寄送到他们的厂商去维修，几天之后就可以收到他们帮我修好的设备，并且这个修好的设备是可以有90天之内保修的。我当时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心的，我当时详细咨询了他们的保修条件，而且其中一项就是需要提供购买凭证，而我的这台设备也是买的是港版，并没有购买的发票，所以我当时寄出的时候也会比较担心，想着这个会不会因为没有这个发票他们就拒绝给我修理这样。当时我已经寄出好几天了，我内心依旧是一种提心吊胆的心理，当时我的心里也是没有底的，直到我后来收到他们的维修完成的短信和寄出
修的短信，我才放心了。说说我的心得感受吧。复盘来看，整个设备的维修过程是非常快速的。我当时到了那个检修点去检修我的设备之后，然后我就直接可以在他们的公众号上面预约他们的寄修服务，然后填写相关的设备信息和一些联系人信息之后，我就可以直接用顺丰到付的方式寄出快递了。我直接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上门来取件，我的这个快递就可以寄出去了，中间也不需要我自己垫付任何的邮费什么的，所以整个服务的体验流程是非常好，自己也不需要操心什么事直接是几个电话都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所有的维修进度还可以通过后台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跟踪。最贴心的是，当他们维修完成的时候，他们还会发一条短信给你，告诉你设备修理完成了，你也就可以不用担心了，几天之后就可以收到他们维修完成的设备了。经过这次苹果设备的维修之后，我是对苹果的整体的客服体验有了完全的改观，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不禁感叹苹果这家公司不仅在产品跟进的同时，他们的服务售后以及整个流程体验都在进行着不断的改进，所以这也是苹果这家公司最有魅力的地方。2-3年的时间，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细节就能有着质的飞跃，都在变得更加的人性化，让用户舒服才是最大的和谐。在这里我不得不给苹果一个大大的赞，我甚至还想再体验一下苹果的这次服务呢。不过当然肯定是要在设备的保修时间范围内。说说这次有什么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的吧。总结下来，我的这一次苹果设备的维修体验中有2个点可以值得你们参考，想知道的话继续就看下去吧。第一点就是当你在预约苹果设备维修的时候，不要直接打苹果的客服热线，你一定要在苹果的 Apple Store 这个 APP 当中预约苹果的官方客服，让客服来预约你的时间，这样子你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等待客服的时间了。第二点就是当你检修完成你的设备之后，你可以完全选择在苹果的第三方服务商百邦来完成维修，在百邦的公众号后面预约维修的服务以及维修的设备。百邦最佳这个苹果服务商是经过苹果官方授权的，里面得到的服务体系和经验也是和苹果官方一模一样的。因为如果是苹果官方维修的话，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寄回苹果的原厂里，来来回回的话时间可能有7到15天左右。百邦的话可能门店和维修点会更多一点，这样子你的设备修理的时间会更短，3到5天就足够了，也就大大的提升了你维修设备的效率。其实我非常能理解一下子好几天都不能用上苹果设备的那股子难受劲儿，而这2者所维修的质量和产品售后的保障都是一模一样的，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我是比较推荐用百邦，而且百邦拥有非常完善的这种服务体系，你也可以在百邦的公众号直接关注到他们，而且也可以在整个公众号中看到你设备的维修流程。当设备维修完成之后，还有贴心的短信服务。以上这些都是可以供你们参考的一些经验。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按个赞，我们下期视频后再见吧。